乌军首次摧毁苏57，法国向乌出售最先进战机，车臣特种部队抵达俄乌边境，俄试图破坏乌能源系统。当地时间6月8号，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该机场的飞机相关卫星图像已经证实苏57被摧毁的情况。从图片上呢，可以清晰地看到苏57的右下角有一块烧焦的地区，同时机身上出现了大量的白色的斑痕，和灭火器喷出的消防泡沫极其相似。乌方称这是俄军苏57战机首次被摧毁。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的远程神风无人机精度不高，而 FPV 的有限制距离，无法打击俄纵深目标，因此这次成功摧毁了俄军的苏57。除了证明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是因为乌军运气不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同时，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防空系统依旧发挥出色呀！面对堂而皇之跨境的空袭，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奇迹般地创造了100%的防空不成功率，让一架几万美元的无人机换掉了4500万的俄罗斯工业结晶。当然，也有俄军的军事博主声称，当天俄军的防空系统压根就没动静，这可不是在黑俄罗斯，这侧面说明了俄罗斯国产伏特加的优良品质。要知道，远程神风无人机大多是采用脉冲或者火箭式发动机，本身就噪音很大，而且也飞不高。之前有乌军士兵声称，从500米外就能听到俄罗斯发射的见证者无人机的噗噗声，而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堂而皇之的打击几百公里外的俄纵深目标，俄罗斯的防空炮一声不响，还有人能黑俄罗斯产伏特加的质量吗？虽然一直有争议，但是俄罗斯一直坚称苏57是5代机。那么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架苏57将成为世界上首架被摧毁的5代机。当然，大兵这里用的是摧毁而不是坠毁。截至写稿时，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对此进行回应。无论他是承认还是否认，照片就放在那里，因此俄罗斯官方发言不发言其实都已经无所谓了。长期以来，苏57和 T-14阿玛塔一样，都是俄罗斯军队里的神话武器，露脸只在实验场和阅兵式。虽然俄罗斯官方数据让这2样镇俄神器看起来威力无穷，不过俄军从来也没有动用过，就算去年被乌军打得节节败退，俄军也坚持使用 T-72或者苏30、苏35这种冷战老兵迎战，因此国际上一直对这2种武器的性能深表质疑。本来俄乌战场是俄罗斯为苏57证明的好机会，只要苏57顶着美国的爱国者打击任何乌军目标，就算是在爱国者的射程之外，俄罗斯军事博主都能让其一战封神。比如今年2月和5月，苏57曾出动向乌克兰发射了 KH-59、69隐形巡航导弹，但是苏57是在2架苏35的护航下才敢出动的。现在倒好，上百万的爱国者没等到，倒是被几万美元的无人机给打了。就连大兵也认为这种结局对于身价5000万美元的苏57来说，似乎是有点憋屈了。乌克兰要有幻影战机了。6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计划在年底前开始向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出售幻影战斗机。马克龙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呢，正值诺曼底登陆80周年。马克龙在采访时表示，明天我们将启动一项新的合作，并宣布转让幻影2000战机，帮助乌克兰保护天空。他打算从今年夏天开始，在6个月内让多达4500名乌克兰飞行员在法国接受幻影2000战斗机的培训。幻影2000是法国在1982年服役的一款第4代多用途战机，采用了单发动机的三角翼设计，携带2门30毫米机炮和9个导弹挂点，使其在近距离拥有更高的火力优势。目前马克龙尚且没有透露他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多少战斗机，法国国防部也没有详细说明其计划。不过马克龙表示，他在6月7号在爱丽舍宫举行的私人会议上会进一步向泽连斯基通报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泽连斯基曾多次要求法国提供幻影战机，不过法国并没有进行回应，而是向基辅建议其应该专注于购买 F-16，因为其存量更高。所以这次马克龙突然同意对乌克兰出售幻影，代表着法国的态度有了一些根本上的变化。
马克龙在最后补充说，我们一直有相同的理念，我们要帮助乌克兰人战斗。除了出售幻影之外呢，法国还派遣了军事人员前往乌克兰训练部队。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贡恰连科在5月31号宣称，首批法国军事教官正在前往乌克兰。而俄罗斯官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俄总统普京声称，俄军已经注意到有大量西方军事人员在俄乌前线活动，并且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车臣特种部队抵达俄边境。6月8号，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普蒂·阿劳迪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采访时声称，俄罗斯当局决定在2024年5月底将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成员转移到哈尔科夫方向。阿劳迪诺夫声称，前身为阿赫马特特种部队的卡什坦支队正在哈尔科夫方向作战。乌克兰军方发言人纳扎尔沃罗申中校也在同一天声称，阿赫马特部队正在俄乌边境地区充当阻击部队。有的观众可能会疑惑，俄乌前线不是在哈尔科夫吗？车臣特种部队在边境线阻击谁呢？这一点沃洛申中校之后也解释了，阿赫马特的任务是，如果友军未经授权撤退，就会向友军开火。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可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将阿赫马特转移到了该地区，而并不是用于进攻行动。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士气确实是有些低迷。在最初一日的大规模进攻后，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进展非常缓慢，在沃夫昌斯克节节败退，在利普齐呢推进也十分缓慢。不仅如此，北约还放开了对乌的武器限制，这使得俄军的后方非常的不安全，失去了后勤保障，前线俄军士气也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乌克兰军方就称，俄军高层正打算将列宁格勒军区第11和44军团的 VDV 部队调来哈尔科夫参加进攻行动。VDV 可是俄军的精锐了，如果这再打不出效果，那可就有乐子看了。同时，乌克兰抵抗中心在6月8号表示，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正在将大量部队和无人机操作员从赫尔松方向重新部署到哈尔科夫方向。这证明了俄军很可能已经出现兵源不足的问题。面对哈尔科夫岌岌可危的战况，俄军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不过至于效果呢，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之前就有俄军教官抱怨，俄乌在哈尔科夫的无人机比能够达到惊人的1:10，就算俄军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么大个窟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补上的吧？恐怕至于撞了南墙才能回头吧。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在6月7号表示，乌克兰只有27%的大型火力发电厂仍在保持运行状态。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损坏或摧毁了另外73%的火力发电厂。施米哈尔表示，最近的俄军空袭已经摧毁了乌克兰92亿瓦的发电能力，这是乌克兰在2023年冬季使用的电力的一半。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了类似的消息。金融时报认为，俄罗斯已经摧毁或夺取了乌克兰一半以上的发电能力，使乌克兰的能源产量从2022年入侵开始前的55吉瓦降到了20吉瓦以下。虽然俄军在努力打击乌军的能源系统，但至今为止依旧没能击垮乌克兰。施米哈尔强调，乌克兰正在采取措施以缓解乌克兰能源网络的压力，比如从欧盟进口电力。乌克兰目前从欧盟进口 1.7 吉瓦，而欧美最多可以向乌克兰出口 2.2 吉瓦，远未达到上限。看来想让乌克兰断电，俄罗斯仍需要努力啊。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